Hello Hello， 胖妮儿来喽！继续跟胖妮过情关。影片开头，先辛苦小主们给点赞。剧中的小允子是有些功夫在身上的，而太后则是有些簪子在头上的。要说太后的簪子，不仅做工精良，连向来爱奢华的华妃都赞不绝口，而且还多少有点邪门。在整部剧中，太后分别赏了3个人簪子，分别是眉庄、华妃和甄嬛。这3人自从戴上太后赏的宝贝簪子之后，一个比一个倒霉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先说说1号倒霉蛋眉庄。眉庄假孕的时候，太后曾赏给她一只和合2仙金簪，这只金簪大有来历。在温宜的周岁宴上，华妃说这只簪子太后怀14爷的时候戴过。14爷是太后最偏爱的小儿子。太后赐给眉庄这只簪子，表面上来看是借和合2仙之名为眉庄讨个好彩头，实际上有3重含义。第一重，表明喜好。眉庄假孕的时候，在新一批入宫的秀女中，就属她和甄嬛最得宠。对皇上来说，当然是爱甄嬛更多一些。那么太后呢？从性情上来看，眉庄和太后一样，属于稳重的类型，而甄嬛和果郡王的生母淑妃，则属于会讨巧、灵动那一挂的。又因为甄嬛长着一张与纯元酷似的脸，太后对她多有忌惮。听闻眉庄怀孕之后，她拿这只华贵的簪子打赏，就是想拿眉庄打个样，告诉后宫妃嫔，这样的女子才是哀家喜欢的，你们不妨多学着点。第二重，制衡华妃。华妃家世好，眉庄家世也好，华妃漂亮，眉庄也不差，而且更年轻。眉庄有孕之后，比华妃更多了一个筹码。在太后看来，用眉庄来牵制华妃，可比用年老色衰的静嫔要好用得多。从这个角度上来看，太后赏眉庄的金簪中寄予了沉甸甸的期待。第三重，防恩宠过剩。眉庄虽然孝顺，但她毕竟不是乌拉那拉氏的女子，太后抬举她，却也要防着她。眉庄家世本来就好，又有了协理6宫之权，她日若一朝得子，恐怕她的地位不仅要越过华妃，甚至会威胁到皇后。因此太后赏了眉庄一枚自己怀老14的时候戴过的簪子。皇帝看到这枚簪子，心里必然不痛快，对眉庄将来生下的皇子也会有些忌惮。这样一来，皇上对眉庄的宠就会保持在一个可控的范围，不至于太过。然而太后虽心思深沉，却百密一疏。她没想到眉庄的胎是假的，没想到自己对眉庄的偏爱会激起皇后的嫉妒，让懂得医理的她明明看出异样却知情不报。她更没想到眉庄的战斗力会远不及看上去那样强，一步步被人算计进去却丝毫不知。面对突发情况，除了流泪就只会喊臣妾冤枉，臣妾真的冤枉啊。可是话说回来，眉庄假孕一事之所以惹得皇上愤怒至此，也与太后赏的那枚簪子有一定的关联。从这个角度上来看，这枚簪子还真的给眉庄带来了厄运。2号倒霉蛋华妃。与眉庄被赏簪子不同，华妃被赏的不摇，可是自己要来的。当时皇上赏了甄嬛1双价值连城的玉鞋，华妃十分嫉妒，为了以过于奢靡为由告甄嬛的黑状，华妃一身素服跑到太后那里去送礼。太后对她好言相劝，不仅提到欢宜香，以证明皇上对她独一无二的爱，还把自己头上的步摇拔下来戴在华妃头上。这只步摇是太后刚做德妃的时候孝惠太后赏的，表达的就是婆婆对儿媳的欣赏肯定。太后这次把步摇赏给了华妃，表面上也是在传递这份欣赏肯定。因此有人说这只步摇是安抚钗，其实除了安抚之外，这只步摇更大的作用在于对华妃的捧杀。在太后和皇上之间，其实太后才是更怕华妃和整个年间功高盖主的那个人。毕竟年羹尧想要对皇上取而代之绝非易事，但华妃想要对皇后取而代之则更简单。因此在王府时，华妃有孕，为了不让皇后大权旁落，出主意给华妃打胎的是太后。现在想要豢养华妃性格中的傲慢，逼得皇上忍无可忍的也是太后。果然华妃戴上这只步摇之后更加任性妄为了。她不但仗着哥哥归京让皇上天天陪她，还把患了喉疾的安令荣
叫过去给他唱小曲助兴。当甄嬛陪在安陵容身边抚琴，配以吟诵琴官的鹊桥仙，皇上的心被波动了，对华妃的厌恶值直线飙升，使他终于连对华妃表面的宠爱都装不出了，拂袖而去。不久之后，纯儿承宠，华妃戴上太后赐予的步摇之前，只有甄嬛和安陵容需要对付，戴上步摇之后，非但多了纯儿这个竞争对手，和皇上也更加离心。可见这只步摇给华妃带来的同样是霉运。3号倒霉蛋，甄嬛眉庄假孕之事败露之后，皇上曾当着众人把太后赏她的簪子拔掉摔了，后来太后将这只簪子收回修复，在甄嬛有孕的时候又将它赏给了甄嬛。古人都迷信，难道太后没觉得这只簪子不吉利吗？为什么还要把它赏给甄嬛？而且与当日派人偷偷送到眉庄宫里不同，这次太后是当着皇上和皇后的面把簪子赏出去的。其实太后有自己的考量，眉庄假孕一事，太后仔细一想就应该能明白。皇后早就看出其中的问题，却放任事情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。富察贵人流产的事情，太后也知道是皇后所为。太后虽然顾念乌拉那拉氏和乌雅氏的荣耀，却更要顾念着爱新觉罗氏的子孙啊。当面赏甄嬛金簪，就是为了敲打皇后，提醒她不要故技重施，像当日坑眉庄一样坑甄嬛，更不能打甄嬛腹中孩子的主意。可是皇后却是个不听劝的，看到太后有心逼诱甄嬛，她更加嫉妒和恐慌。最终她还是害了甄嬛的孩子，只不过手法更加隐晦，让安陵容在舒痕胶中动手脚。而太后赏甄嬛的那只簪子，也被观众小主们评价为夺子簪。但仔细想来，簪子是死物，能有什么坏心思呢？太后赏出去的簪子之所以能招霉运，是因为她赏的不仅是首饰，还有谋算。其实啊，邪门的从来也不是簪子，而是人心。好了，本期的影片就到这里。喜欢胖妮，辛苦给影片点赞，订阅胖妮，下期更精彩。